佩恩又一次入侵木叶了，这次竟然用地爆天星将木叶连根拔起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清晨，九心奈做着早餐，水门看着报纸，鸣人从窗户一跃而出，只留下了一个发怒的母亲和无奈的父亲。因为水门没有死，村民们对鸣人的态度也180度大转弯，甚至买东西都不需要花钱了。同样的，因为4代的管理，宇智波没有被灭族，又没有离开村子，而是成了佐助身边的理想大哥。鸣人叫佐助上学的这一画面，不就是因陀罗、阿修罗和小白吗？这次木叶12小强被召集，他们的新任务是分别去寻找村子里失踪的忍者们。鸣人和佐助发现了敌人传递消息的忍谍，于是上前捕捉。卡卡西忽然感觉到一阵心痛，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在暗地里发动了某种不知名的术。这时草地里忽然长出了灰色的触手，然后将卡卡西拖进了地底。与此同时，阿斯玛、红还有凯也感觉到心痛，并且被同样的手段拖进了地底。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了明佐和小樱面前，黑色长袍，红云图案，还戴着斗笠，眼前拿着镰刀的男人正是飞段。他快速扔出武器，鸣人用苦无抵挡，却被镰刀划破了脸。紧接着飞段收回了武器，然后舔了舔鸣人的血，身体变成了邪神模式。他把武器插入到了自己的身体，鸣人却感觉到了一阵疼痛。然而受伤的鸣人只是影分身，他用分身包围了飞段，一招哪路多连弹打趴下了敌人。忽然地底冒出了很多灰色的触手，飞段也趁机逃走了。原来卡卡西等人是角都掳走的。鹿丸这边遭到了一堆纸片攻击，并且伴随着强大的风暴。顶此背化了自己的身体，挡住了风暴，为鹿丸和景野开路。紧接着纸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蛤蟆，眼前的3个人正是迷彦、小南和长门，他们称自己为自来也小队。这个蛤蟆难道就是小南的通灵兽？3人对朱鹭蝶发起了进攻，可是打了一半，自来也小队却撤退了。鹿丸他们也来到了一个废弃的村庄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2个孩子。鹿丸靠近询问，这时迷彦忽然出现阻止了鹿丸，鹿丸被迫扔出了苦无。看到迷彦有危险，长门爆发出了轮回眼的力量，整个房子开始坍塌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。那2个孩子也掉进了深坑，迷彦、小南、长门见状跳了下去。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下水道的怪兽，迷彦和长门面对2条鱼怪自顾不暇。关键时刻朱鹭蝶小队赶来，他们和迷彦、长门并肩作战，打败了鱼怪，救出了孩子们。迷彦3人也和朱鹭蝶小队达成了和解。房屋的坍塌声把鸣人他们也吸引了过来，一个巨大的球体挡住了鸣人的去路，而球体里面的正是被抓走的上人们。鸣人和宁次不顾众人劝阻，跳进了紫色的球体。这是一个异空间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之前抓走卡卡西的面具男。宁次发现这个男人的眼睛竟然是白眼。面具男告诉宁次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木叶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面具男给鸣人、宁次展示了日向一族的秘密。当年云隐挑事，诬陷日族杀死了使者，为了保护日向一族宗家的血迹献界，木叶决定牺牲分家的日差，也就是宁次的父亲。面具男表示，如果宁次愿意改变木叶这种迂腐的思想，让你的父亲沉冤得雪，那么就跟我走吧。随后他点了鸣人的穴道，宁次临走前悄悄对鸣人说，我会弄清他的目的，然后回到木叶。说完就跟面具男一起消失了。面具男带着宁次接见了迷彦、长门和小南。原来自来也小队和小组织都是面具男雇佣的。他对宁次说，这其实是一场测试，然后打开了一个窗口，让宁次以上帝视角观看整场战斗。森林这里，佐助和小樱遇到了赤沙之蝎。佐助虽然用火盾烧掉了赤沙之蝎的衣服，但脱衣必死在蝎这里不存在，因为人家有2套衣服，而佐助却因为一时大意中了赤沙之蝎的暗器，陷入了昏迷。而小樱看到心爱的佐助受伤，爆发出的怪力打碎了蝎的飞流虎，趁着蝎逃走，他帮佐助吸出了毒素，而半路逃走的蝎又杀了回来。他召唤出了上百具傀儡，这时候剩下的小强们也赶来帮忙，但蝎的傀儡实在是太多了，小强们慢慢支撑不住。一旁观战的迷彦准备帮忙，长门告诉他，眼下有一股强大的查克拉正在慢慢靠近，这个人正是鸣人。原来鸣人在被点穴之后就遇到了自来也，自来也解开了鸣人身上的九尾封印，虽然自己差点送命，但鸣人也学会了用意志压制九尾的查克拉。眼前的鸣人开着分身，搓着丸子，将蝎的傀儡一一摧毁。这时面具男也召回了小组织和自来也小队，告诉他们实验结束了，然后让小南留下善后，告诉鸣人、卡卡西等人的被困地点。鸣人救出了卡卡西等上人，面具男又再次出现，他真实的身份竟然是日向日差，也就是宁次的父亲。他告诉众人，当年自己自杀后被大蛇丸绘图转生复活，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死到底有没有意义。于是他设下了这场实验，来考验木叶的下人们。他故意抓走了上人们，想看看下人们在木叶的规则和老师的性命之间如何选择。实验的结果让日差很满意，最终他和宁次做了短暂的告别。
靠着自己强大的意志解开了秽土转生。于是众人离开了难民村，准备返回木叶。难民村外，迷燕准备把孩子遗落的小熊送回去，可是迷燕刚踏入村子，一阵爆炸袭来，破碎的小熊代表迷燕已经遭遇不测。长门再一次爆发出了轮回眼的力量。这时候蝎忽然出现，他扔出了飞雷神苦无，告诉小南和长门是木叶的人炸毁了难民村，因为小国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蝎的话加深了长门对木叶的仇恨，而这一切其实都是蝎在背后操控。炸毁村子的正是迪达拉，小组织想要利用长门轮回眼的力量彻底摧毁木叶。鸣人一行人回到了木叶后，佐助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因为看到鸣人学会了螺旋丸，并且打败了赤煞之蝎，心里很不平衡。他找到了卡卡西，想要学习可以和螺旋丸媲美的术。卡卡西也不吝啬，他将和血轮眼绝配的千鸟传授给了佐助。鸣人这边已经开始学习掌控九尾之力了。终于，二人迎来了对决。鸣人搓起了丸子，佐助搓起了千鸟。在两个忍术即将碰撞的时候，小樱发动了最强通灵术，水门忽然出现在了二人中间。他将佐助压倒在地，然后用飞雷神传送走了鸣人。鸣人直接连同丸子一起爆炸了。果然是钦点，看着鸣人的螺旋丸打出了一个深坑，佐助呆住了。他明白了自己和鸣人的差距有多大，已经不是一个卡卡西能够弥补了。他开始跟着止水学习，进步飞速，很快就成为木叶的城管副队长。鸣人也没有停下脚步，开始跟着自来也学习仙术。鸣人学成归来后，又一次和佐助发生了冲突。团藏虽然出面阻止了二人，却暗示佐助鸣人这3年变化很大，再加上老爸总是说你到底还是比不上鼬，深深地刺痛了佐助的自尊心。当晚，佐助找到了团藏，团藏告诉他，想要提升自己，那么就去寻找大蛇丸吧，他精通所有忍术禁术。于是佐助和小狗告别，打倒了木叶的守卫。卡卡西想要阻止佐助，却中了佐助3勾玉发动的幻术，身体慢慢被点燃，然后失去了意识。第二天醒来的卡卡西将佐助叛逃的事告诉了众人，水门即刻下达了禁止外出的命令。鸣人得知佐助叛逃，于是和剩下的小强们组成了临时的小队，准备追回佐助。他们在路上遭遇到了暗部的阻拦，本以为暗部只是带他们回去，却发现这些暗部出招刀刀致命。鹿丸瞬间明白，这些人并不是火影的直属暗部，其中一个成员也揭开了面具，竟然是红豆。他们是来阻止鸣人追回佐助的。在木叶小强们1换1的战术下，鸣人摆脱了追兵，在马上要追上佐助时，大河用木盾困住了鸣人。鸣人仅仅是爆发出了一点点九尾查克拉，就打败了大河。另一边，佐助因为太渴望力量，让大蛇丸咬了自己，获得了咒印的力量。此刻，鸣人终于追上了佐助，他开启了仙人模式，佐助开启了咒印，就算是血轮眼也没有办法洞察到仙人模式下的攻击。他用蛙足手打中了佐助，此刻佐助也发现鸣人的眼线消失了，原来他的仙人模式维持时间很短。忽然，佐助朝着天空发动了好火龙，鸣人一脸懵，不是打我吗？紧接着，佐助跳上了屋顶，手中已经凝聚了雷电。鸣人见状，赶紧搓起了螺旋手里剑，两个忍术碰撞时，佐助本体趁机攻向了鸣人，千鸟贯穿了鸣人的身体。鸣人濒死，九尾的力量也被释放，他再一次搓起了丸子，佐助也开启了咒印2阶段模式，他搓起了黑色的千鸟。这时又忽然出现在了鸣佐中间，他挡在了佐助千鸟前面，随后灵魂升天。紧接着，鸣人的螺旋丸和佐助的千鸟碰撞，最终佐助打败了鸣人。或许是鼬的出现，他并没有杀了鸣人，而是独自一人寻找大蛇丸。当鸣人再次醒来，周围聚集了伙伴，他们告诉鸣人，大雨冲洗了佐助的痕迹，已经没有办法再追踪了，只能先回村子。木叶这边遭到了长门的报复，天道飞向空中，然后双手结印出一个小黑球，他并没有扔向空中，而是将黑球砸向木叶。紧接着黑球扩大，瞬间笼罩了整个木叶村，就连水门也没有办法用飞雷神转移。此刻的木叶已经完全被黑球包裹。第二天，鸣人回到村子，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木叶变成了一个深坑，而天空中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球体。宁次用白眼观察黑球里的情况，他看到了木叶众人的查克拉全部在黑球中，黑球中的水门和纲手也发现了石壁在不断的收缩。这时陆九告诉水门，可以用简单的土盾来防止石壁收缩，日向一族则用柔拳抵挡石壁。地爆天星有多坚固，就连凯的体术也没有办法踢碎石壁。木叶忍者们齐心协力，一起发动了土盾，召唤了石壁，顶住了地爆天星的收缩。但这也仅仅是暂时的。水门此刻想到了4式阳阵，自己和3代都有影级实力，纲手也是。而九心奈体内有9尾，并且非常擅长封印术，所以也可以达到影级。于是4人发动了4式阳阵，结界勉强保护了地爆天星中的木叶村。这时鸣人在外面遇到了佩人六道，他开启了仙人模式，一拳打碎了修罗道，然后用螺旋手里剑秒杀了畜生道、人间道和地狱道，仙人模式也随之消失。然而鸣人提前准备了仙人模式分身，马上恢复了状态。天道用万象天引将鸣人拉了过来，紧接着恶鬼道开始吸收鸣人的查克拉，鸣人无法逃脱，索性把所有仙术查克拉一鼓作气传输给了恶鬼道。
恶鬼道变成了蛤蟆石像，鸣人挣脱束缚的瞬间，天道抓住了鸣人的破绽，用黑棒定住了鸣人。这时候雏田出现，结果被天道一招秒杀。鸣人看到这一幕，彻底暴怒，变成了九尾外衣模式。然而天道再次扔出地爆天星，将鸣人封锁在球体中。鸣人想要向九尾借助力量，在他马上要撕掉九尾封印时，这次出现的不是水门，而是九心奈。鸣人这次和九心奈碰拳了。九尾阴阳之力产生了共鸣，鸣人成功控制了九尾之力，化身小金人，他冲向天道。天道发动神罗天征抵挡，却被鸣人强行压制。紧接着伸出数条查克拉手臂打倒了天道。鸣人拔出查克拉棒插在了自己身上，他感知到了长门所在的位置，最后用嘴对着长门一顿输出，长门解开了对木叶的误会，也解开了地爆天星，整个木叶得以安然无恙。另一边，佐助在大蛇丸处学习了高深的忍术，在大蛇丸虚弱之际，佐助杀死了他，可是却被白鳞大蛇的毒气麻痹了。当佐助再次醒来，出现在他眼前的人却是赤砂之蝎。佐助想起了哥哥为保护鸣人而死，于是决定向木叶复仇。这一刻，佐助的眼睛也变成了万花筒。蝎带着佐助参观了自己的秘密武器，他的计划是让迪达拉用爆炸制造混乱，然后用傀儡清扫敌人。佐助看清了蝎的目的，想要脱离小组织。他表示，他只是想要摧毁水门建立的制度，而并非真正摧毁木叶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打破了小组织的结界，来的人正是鸣人带着木叶中小强，蝎也带着小组织全员迎战。鹿丸用影子模仿术对付飞段，宁次则用柔拳对付角都。面对迪达拉高空抛物，佐助及时赶来支援，将迪达拉扔出的粘土全部变成了哑弹。原来鼬没有死，他在大战前找到了佐助，规劝佐助迷途知返。这时候牙也将迪达拉引走，鸣人、佐助、小樱同时攻向蝎，打碎了蝎的外壳。眼前出现了一个粉发少年，这就是蝎的真身。蝎竟然学会了大蛇丸的绘图转生，他召唤出了数不清的尸体作战，紧接着让尸体充当傀儡师，尸体们同时使用了百击操演，召唤出了上千具傀儡。这时五大国的支援小队也赶到，他们对付傀儡，鸣佐、小樱则对付赤砂之蝎的本体。蝎拿出了最强的3代封印，然而铁砂在小樱的铁拳下不堪一击，可蝎还有后招，这次的卷轴竟然同时召唤土影、水影和雷影。鸣佐、小樱也召唤出了各自的通灵兽。大野木的沉遁一招就秒了青蛇。当赵美明用熔盾攻击佐助时，一个红色的须佐能乎出现了，原来是鼬。同时赶来的还有自来也小队。长门用恶鬼道的能力吸收了大野木的沉遁，雷影也被鼬用十拳剑一刀斩断。眼下就只剩蝎一个人，他放出了最终的杀招，用自己的本体使用了百击操演。鸣人则搓起了螺旋手里剑，佐助用家具土命附魔在了鸣人的丸子上，一发炎盾螺旋手里剑将蝎的数百具傀儡连同本体一起摧毁，打败了共同的敌人。鸣人、佐助还有一场宿命对决，他们将场地选在了大蛇丸的秘密基地。鸣人、佐助先用忍术，后用体术，都无法伤害对方丝毫。眼看低级别的术无效，佐助率先开启了须佐能乎，并且将须佐能乎变成了鼬须佐的形态。鸣人见状搓起了螺旋手里剑，可是却被佐助的须佐轻松捏碎。紧接着挥动须佐的长剑，一道剑气攻向鸣人。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，鸣人再次找到了九尾，在九尾的帮助下，鸣人开启了小金人模式，随后凝聚了尾兽玉，而佐助也射出了带有天照的箭矢。一阵爆炸过后，二人的查克拉也消耗殆尽，又回归到了最开始的肉搏，直到最后双双瘫痪倒地。鸣人又开始嘴遁佐助，将佐助的装盾彻底破防。得了，不装了，跟你回木叶。最后鸣人成了火影，而佐助一直留在了他的身边。